周叔叔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走，快走，快跑，快走！哎呀，真是好险呐！好，少主，好本领啊！孙叔叔，你当我在华山练剑10几年，每天都在偷懒睡觉吗？少主果然是将门虎子啊！几位叔叔先走，我去看看李大哥。少主，小心！真有不怕死的！我在12年前就已经死过了。罗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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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将军！袁兄弟，你快来！罗将军，罗叔叔，罗将军，罗叔叔，罗叔叔，罗叔叔，少主，你要小心！罗叔叔，不用喊了，你马上就会到阴间见到他的。狗贼！你为何要对我袁家赶尽杀绝？哦，原来你就是12年前袁家漏网的那个小崽子。我的家人，我的叔叔们，有多少人枉死在你手里？这笔账，今天我要为他们讨回来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大哥，你们先走。
跳，啊！要杀就杀，何必犹豫？难道你杀人之时，从来都不犹豫吗？我是奉命行事，所杀之人自然该死，何必犹豫？狗贼！只要奉了王命，你就可以滥杀无辜、不辨是非了吧？啊，孙仲寿！嗨！
重宝秘术，富于有缘，入我门中，遇祸莫怨。是什么人呢？河下土地3尺，可葬我骸骨，使我身居地下，不受虫蚁之苦。凡葬骨者，即为我门人，然后可开启铁盒，盒中有武功秘籍1份，藏宝图1张，得之可冠绝武林，富甲天下。前辈，我可不想贪图你的武功秘籍和藏宝图，不过我们算是有缘，我自当将你安葬。君诚心葬我骸骨，朕乃忠厚仁者，托以重宝秘术，我心无虑也。前者铁盒不可开启，盒中书谱地图军甲，且有剧毒，以惩戒贪欲恶徒耳。珍品在此小铁盒内，骸骨旁石壁有我随身利器金蛇剑，得宝剑秘籍，纵横天下可也。得宝之人，务请赴浙江衢州10两，寻访女子温宜，赠以黄金10万两。此时纵具天下珍宝，亦焉得一役半日聚首？重财宝而轻别离，愚之极矣。悔甚，恨甚！金蛇郎君绝笔。金蛇郎君，好怪的名字。金蛇秘籍，前辈的剑法轻功暗器，晚辈都已牢记在心。晚辈不忘前辈遗言，日后定前赴浙江10两寻访温宜。若有幸找到，定将藏宝图原封转送。荒山寂寞，金蛇剑就留在此地，与前辈作伴吧。晚辈告辞。来，上车，慢点啊！开船喽！船家，等一等！哎，这位相公，怎么不问清楚就跳上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这船啊可是有人包了。什么包不包的？我给你船钱不就行了？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船家，你对好人做到底吧，帮忙跟那位大爷说说，带他一块走吧。啊，好。 10年修得同船渡，咱们也算是有缘呐。在下龙德林，小弟姓袁，名承志。
在下姓温，单名一个清。元兄，听口音，你不像本地人。啊，我从小就生长在北方，江浙一带，我还是第一次来。哦，那是公干呢，还是游玩？去会会几个朋友。停船！把船停下！停船！停船！把船停下！快停船！快！听见没有？说你们的，把船停下来！有强盗啊！强盗！姓温的，你给我出来！袁公子，他，原来是荣老爷子驾到了，我在这儿给您请安了。姓温的，你还讲不讲江湖规矩？是那傻小子自己把包袱扔给我的，我可没抢啊！还能把金子骗到手，算你有本事。老夫今天卖你个乖，快把金子拿出来平分。这倒奇怪了，人家明明把黄金给了我，凭什么分给你一半？对不起了，1两都没有。好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沙老大，你也太性急了吧！少废话！小心！谢了。住手！帮主，帮主，没用的东西，退后！沙老大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元兄，刚才多亏你提醒我躲开暗器，谢谢。我说你如此大胆呐，原来有个这么硬的帮手啊！他是你的相好的？你说话给我放干净点。这位兄台，我和温兄也只是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。这样吧，大家有事好商量，何必动刀动枪，伤了和气呢？原来这位朋友跟温家没有关系啊！嘿，你小小的年纪便如此心狠手辣，
那沙老大不是你的对手，我荣采借你2招。知道你荣帮主武功盖世，又何必在小辈面前卖弄呢？有本事找我爷爷去啊！你搬出你的几个爷爷来吓唬我？哼哼，他们要是真有本事，也不会让女儿给人家糟蹋了，就更生不出你这个小杂种来。现在哭也来不及了，我得先教训教训你，再跟你的爷爷们评理。今天我不在你的脸上做个记号，你就不知道老大的厉害。这位兄弟果然身手不凡呢，不如咱们玩上一套拳脚如何呀？晚辈区区一点雕虫小技，怎么好意思在前辈面前献丑呢？少废话，亮家伙吧你！等一等，前辈啊，你既然只用拳脚而不用兵器，那晚辈也只好徒手向前辈请教了。温兄，麻烦您了。好。你臭小子，找死！元兄，加油，加油！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元兄，你这是好功夫啊！只守不攻，还能打个平手。喂，小心啊！
上来！快上来！走走！帮主，来，帮主。走，快！你为什么要救他，还要放他走？我让他喝几口水就算了吧。哎呀，我的货呀！哎，你们别走啊，别走啊！你们赔我的货，赔我的货！元兄，这个给你。我不要。怎么，你还嫌少啊？文兄，我帮你并不是为了这些金子。我愿意把这些金子给你，你又何必推辞？我和温兄素昧平生，如此贵重的东西，小弟不敢要。我不管你要不要，反正我给你了。哎，元兄，你……温兄，这金子你还是拿回去吧。哎，温兄。船家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哎，见过。前日啊，搭船到那边去了。那边？哎，对。多谢。哎，快出来！千万别出来！大哥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这里姓温的强凶霸道，昨天下乡收租，程老汉求他宽限几天，就被他打成重伤。程老汉儿子和侄儿跟他拼命，都被他打成重伤了。相公，你给评评理，这样的财主狠不狠？哎呀！你们这些狗东西，竟敢来这里撒野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你们打伤人就这样算了吗？我们虽然穷，但我们穷人的命也是命。哼，不打死几个，你们还真不知好歹了。阁下，是他们抢来跟我为难的吗？实在对不起，只是兄弟这样做，到最后只怕会闹出人命来。一旦事情闹大，对大家都不好。再说他们只是乡民，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？阁下尊姓？啊，在下姓袁。来这儿是要找一位姓温的兄弟。我也姓温，不知阁下找的是哪一位？可有一位叫温清的兄弟。袁大哥，早啊，青弟。来，快过来。啊，袁大哥，这些都是我早上特地给你做的，来坐下。你尝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冰糖炖燕窝。哦，这些都是你早上起来亲手做的？是啊，快尝尝。好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来，尝尝这个肉丸，我做了很久呢。哟，昨晚玩的这么晚，今天起得这么早啊，真是难得啊。我看你起的也挺早的嘛。哟，满眼的血丝，看样子昨天晚上没睡好啊。哼，我不跟你斗嘴，三爷爷要见你。啊？三爷爷要见你。啊？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啊！你告密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。你，青弟，什么事啊？没什么事，你先吃吧，我去就回。哎，三爷爷早。是早，碰巧就听到了一件新鲜事儿。听说有人抢了2000两的黄金，随随便便就分人一半，是够大方的啊。那黄金是孙女分给袁大哥一半的，
可是那天要是没有他的帮忙，那些黄金早就被游龙帮抢走了，咱们一分都得不到的。你前2天回来，怎么就没提游龙帮和那姓袁的小子呢？啊？孙女不是好面子吗？吃亏的事儿哪能再提呀？那天游龙帮早就盯上那笔金子了，再加上他们人多势众，还有帮主荣彩。荣彩？是啊，孙女我怎么打得过荣彩啊？他非要横刀夺爱抢这笔金子，我就搬出你们5位爷爷来了。没想到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，还说你们老不中用，浪得虚名。哦。要不是袁大哥出手相救，孙女我这条小命就没了。哦，姓袁的这小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是啊，袁大哥既救了我的命，还保住了金子。孙女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啊？道声谢也就是了，也犯不着分他一半啊。爷爷，人家不是已经帮我们把金子送回来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隐瞒实情那就是不对。哎，丫头，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？我，三老爷，外面怎么回事？回三老爷，外面来了个陌生人，非说咱们抢了他的金子，现在正和温正少爷在外面打起来了。会不会是荣彩啊？荣彩？如果是荣彩来找晦气，那我倒是不便出面。你和姓袁的那小子结下的梁子，你们自己去解决吧。我去找袁大哥。不是荣彩那一帮啊，是真正的施主来了。这刀法好熟悉啊！狗贼，还我金子来！就你这点道行，还敢上门来讨东西？哼！哎，姑娘，且慢！我打不过你们，自然有比我武功高的人来讨金子。你想怎么样？不知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尊师是哪一位？懒得跟你啰嗦。你可认得安大娘？你认识我娘？你娘？你是小慧妹妹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袁承志啊！你是承志大哥？你看，我这还有小时候温门爬树被树枝划的疤，你摸。你真的是承志哥哥，真没想到在这能遇见你。瞧你认识的好人。我道元兄是谁？原来是李自成派来的卧底呀！哼，什么李自成的卧底，我不明白。不过，这位安姑娘跟我是世交，兄弟斗胆，想替2位说和说和。承志哥哥，既然你跟他们那么熟，就让他们把金子还给我，我就不跟他们计较了。没那么容易啊！青弟，我给你引荐，这位是安小慧姑娘，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，10几年没见了。哦，原来是青梅竹马。
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，那我们进去再说吧。走啊！这么说来，这批黄金是我大师兄在南方筹集所得。你大师兄？是啊，我大师兄奉了师父之命，筹集了这笔黄金，准备送给闯王做军饷的。兄弟，你就把金子还给小慧吧。黄口少年不知天高地厚，金子就在我们温家，有本事你就来拿。三爷爷，你就是那个姓袁的？三爷爷，这就是我的结拜兄弟袁大哥。晚辈袁承志，拜见三爷爷。功夫不错，难怪你如此狂妄。晚辈不敢，晚辈只想从中调和，化解误会。哼，你说的轻巧，想调解我们温家的事，恐怕你没这个资格。那不知道，谁才有这个资格？放肆！你先接得我3掌，算你有资格。三爷爷，我和他是结拜兄弟，你可不要伤他啊！铁板桥，哼，我这。三爷爷承让了。哼！不要往我脸上贴金。看你的内功，是华山派的吧？哈哈，正是。你师父是黄真还是归心术？这2位是晚辈的师兄，但是我从来没见过。神剑仙元穆仁清，他收了第3个徒弟。晚辈服侍师父12年，前不久才刚下华山。按我们这行的规矩，金子既然劫来了，就不能双手送回去。3日之内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是偷还是抢，只要把金子拿走，就算你能耐。这，送客。五位爷爷，我袁大哥他不是有意得罪的，他不用说了。可是，干什么？你们娘俩除了给我们温家找麻烦，还会干什么？啊！滚出去！老三呐，那小子年纪轻轻的，说他是华山派3代，勉强过得去。他说他是穆仁清的弟子，这牛吹的有点大吧？大哥，我试过他的武功，黄真和归心术是教不出来如此高明的徒弟的。哼，小小年纪还能高明到哪儿去啊？他的武功在同辈当中，我觉得是第1高手。那又怎样？这小子和闯王一个鼻孔出气，就是咱们的对头。老四，你是不是有点糊涂了？闯王我们自然要对付，但因此跟华山派结下梁子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是啊，大哥言之有理。那大哥的意思是要乖乖的拿出黄金，拱手送给那小子了。本来嘛，咱们让青青去劫那闯王的军饷，也是想帮朝廷办点事儿。如今有人作梗，我们当然不能放过了。不过，朝廷这边已经连打了半年的败仗，气数将尽，眼看就是别人的江山了。我们总不能吊死在一棵大树上吧？对，大哥说的对啊。华山派穆仁清是天底下顶尖的高手，听说他的武功登峰造极，他的徒弟黄真、归心术也是江湖上
数一数二的高手。我们没有必要为这点金子跟华山派结仇。难道我们就这么认栽了？大哥，到手的黄金要交出去，日后传到江湖上，我们温家岂不颜面扫地了？华山派自然不好惹，但是我们总不能白白的把金子送回去。3天之内，袁承志那小子必定会前来取金子，那时候咱们就按江湖的规矩与他分高下。到时候，袁承志的武功单打独斗赢了我们，就把金子给他。如果他的功夫不行的话，那金子就给我们温家，这也不违反江湖的规矩。还是大哥想的周到。这样一来，无论袁承志能不能拿走金子，将来对官府、对江湖岂不都有个交代，两不亏欠呢？承志哥哥，我跟农户已经说好了，我们就在这儿借住几天。这院子虽然破了点儿，可是为了拿回金子，也只能将就一下了。我早就觉得那个温清不对劲儿，可是还是出于防范，让他把黄金调了包。我那个亲弟啊，行事就是古灵精怪，他这么做，我一点也不奇怪。你还管他叫亲弟啊？其实，他心地蛮善良的，以后有机会，没准你们能成为好朋友。哼，谁跟他做朋友啊？他先把金子还给我再说吧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。哎，刚才你说还有一位崔新敏崔大哥，是黄真大师兄的徒弟。他呀，金子就是在他手上弄丢的。这2天他也挺郁闷的，我说了他2句啊，他竟然赌气走了，说什么也要自己把金子找回来。结果现在啊，哼，人都不见了。他的性情倒也可爱。哎，就是有点混，不过倒是个好人。性子稍微急了点儿，脾气倔了一点儿，总是学不到你们华山派的真传。哎，说起来啊，他还得管你叫师叔呢。嗨，别看我在华山上待了12年，同门的2代弟子，其实我一个都没见过。那你都干什么了？练武啊！啊，怪不得啊，这么厉害！刚才啊，你抓住我的剑，就那么轻轻一推，我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娘呢？这几年啊，我和我娘一直在给闯王做事呢。闯王？你们见过闯王？没有。我们呀，都是在各地负责联络，没有机会接近闯王。前不久啊，你师父让黄真大伯、我娘和我一起筹集了2000两金子，准备送给闯王做军饷。这不，我和崔大哥呀负责押送，结果路上被劫，我们一路追金子，没想到啊，却在这儿追到了你。小慧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是亲弟做的不对，无论如何，我也会想办法帮你把金子给要回来。可我还是担心，温家在这一带是数1数2的大户，勾结官府，势力可大了。就刚才那个温老三，他的武功就很厉害吧？他家其他4个老头子武功都在伯仲之间，我觉得他们不好对付。哼，再怎么难对付，我们也得搏一搏呀，要不然怎么拿回那批黄金啊？小慧，金子！哎，别动！啊！小心！啊！小慧！小慧！小慧！啊！小慧！抓强盗！抓强盗！快抓强盗！抓强盗！抓强盗！
正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年纪轻轻，拳脚却是如此的了得，那倒也不容易。老夫倒想领教领教你兵刃上的功夫。晚辈不敢身携任何兵器，来到贵宝庄。你这礼数倒也周全，这也算是你艺高人胆大。好吧，有话，我们就到练武厅说吧。请。你真傻，你来送死啊！我小心爷爷拐杖里的暗器。知道了。清源的，我温家在江湖上也有几分名声，今晚咱们就画出道，免得日后说我们温家无老，欺负你这个晚辈。愿凭前辈示下。金子是我们拿的，一共2000两，分毫不差。不过，我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拿走。不知前辈要考教晚辈什么本事？这里有5个糟老头，你任选一个，过招。打得过呢，这金子就归你；如果打不过呢，那金子就归我们温家所有。那我小惠妹子呢？来人！放开我！承志哥哥，小惠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只要你能打赢，这人跟金子啊，你都带走。既然前辈说要考教，那晚辈就只好献丑了。好，我这里的兵器，你随便挑一件。打你！小弟弟，你这把剑借我用一下好不好？虽然前辈要考教兵器，晚辈却也不敢用真刀真枪，就拿这把木剑与前辈切磋切磋吧。太小看了，老夫行走江湖数十年，如此小觑老夫这对双锤的，你倒是初会。好，出招吧！娘，他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就是你说的那个年轻人。他马上就要和爷爷们动手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他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武功又高，人品又好。女儿长这么大，除了娘以外，就喜欢他一个了。要是他不好，我怎么能看得上他呢？既然你这么认真，娘倒是该去看一看。娘，快走吧。
他。多谢三爷爷相让。一把木剑都打不动，我要你何用？滚开！三爷爷，三爷爷，年轻人，功夫不错呀。小弟弟，这木剑还你。来，接接我的飞刀如何？我们刚才不是讲好只比一位的吗？你刚才赢了一场，人和金子2选1，只要你接得住我的飞刀，人和金子随你处置。好，那前辈出刀吧。好本事！啊！师弟，不要伤他性命。啊！金蛇郎君，金蛇郎君在哪里？快说！各位前辈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怒呢？金蛇郎君夏雪宜到底是你什么人？他在什么地方？难道你是他派来的？我和金蛇郎君从来没见过，他怎么会派我来呢？少装糊涂！不把金蛇恶贼的藏身之所说出来，今日你就别想离开我们温家。哈，我和他非亲非故的，连面都没有见过。不过我知道他在哪儿，只怕那个地方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去。哼，谁说不敢？这10几年来，我们温家一直没闲着，一直在找他。说，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！哎，好。各位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，真的想去见他，我看你们还要等好几年。他已经死了。快把你娘扶进去！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娘，小心，小心！金帝，时候已经不早了，在下告辞。等等，金蛇郎君死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人见到？各位前辈，金蛇郎君他只听说死在一个海外的荒岛之上。荒岛？你说的那个荒岛，它在什么地方？海外的荒岛有几千几万个，要找你们自己去找，我才不找呢。回家了，晚辈失陪。站住！不把话说清楚，休想离开这里！小慧，走。这小子不过20几岁，就算从娘胎里开始练武，也不过20几年的功力，为何功夫如此了得？金蛇奸贼更是了得，
不也还是栽在我们的手里吗？姓袁的那小子，明天晚上一定会再来取金子，那个时候，我们再好好的对付他。大哥说的对。金蛇郎君竟然会藏山华山绝壁，居然又让你遇到，也算是奇遇了。只是不知道金蛇郎君到底和温家有什么仇恨，竟然如此难以化解。是啊，本来他们已经认输了，可是一见到金蛇郎君的武功就翻脸了，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温清的母亲也真是奇怪，她听到金蛇郎君的死讯之后，哎，竟然昏了过去。青帝曾对我说过，他爹和温家有很深的过节。温家仇视金蛇郎君，也不知道这其中可有关联。我也觉得温家五老对金蛇郎君恨之入骨，温清的母亲对他却甚是关切。恐怕其中有很多隐情。金蛇郎君在遗嘱中也提到浙江石梁温家，明天我再去温家。啊，你还要再去温家？你不怕他们？金子还在他们手上，无论如何也要拿回来。我们哥几个给吕七先生个面子，黄金都在这儿了，你要多少？按江湖规矩，见一面分一半。好吧，拿吧。那就多谢了。慢，荣老爷子，这些军饷可是闯王的，你拿不得。还我金子！还我金子！还我们金子！启禀，不可无礼。各位，恭喜发财啊！大老板，什么字号啊？想必是生意兴隆，通四海，这财源茂盛啊，大三江啊！不敢，请问阁下是？哈哈，借姓黄，啊，便是这黄金万两之黄。彩头甚好，草字单名一个真字，取其真不二价、货真价实的意思。小弟袁承志拜见大师兄。起来！哎呀，这比我想象中的还年轻啊！年轻好啊，年轻就是好本钱呐。师兄，师父现在哪里？啊，恩师此刻在南京。他老人家很好。承志哥哥，小慧妹妹，这位是？啊，他就是我常说的大崔。对，我就是我。怎么那么没规矩啊？快向你师叔叩头。快叩头啊！拜见小师叔。不必了。什么大师叔、小师叔的？就算你大过他。他也是你师叔，啊！大崔找到了黄真师伯，他们按照暗号就找到了我们的住处，我们都很担心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嘿，这些金子是我们的，我们来把它拿回去。啊？你想要金子？好。不论你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动我脚下3根金条，所有黄金奉还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千万不要后悔呀！他说我会后悔。呀！哎呀！
大崔，不敢当，何必多礼呢？哼哼哼哼！嗨，师兄，大崔，让我来试试。我没事。好啊，不过说好了，你给我行大礼，我可不敢当啊。哎，薛叔叔，小心他点穴啊！好了，吕奇先生，这些金子可是我的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吕奇先生拿胡子当烟丝抽啊？这好不好抽啊？看他！哎，吕奇先生，吕奇先生，你的烟袋，烟，哎，走！快走吧！买卖不成仁义在啊！哎呀，师弟打得不错，多谢大师兄夸奖。刚才吕奇先生可说了，只要能动3根金条，所有黄金奉还。兄弟，这里谢过了啊！慢着，神剑仙元门下的弟子果然高明，看在穆老爷子的份上，这金子你们拿一半去吧。什么？这不行！哎，这批金子倘若是兄弟自己的，各位拿去倒也无妨。可这是闯王的军饷，要是给各位的手下减了一半去，我怎么交代呀？好，要全部归还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们必须依我们一件事：有价钱开出盘来就好商量。你不妨漫天要价，我可以着地还钱。没什么价好还的，拿金子可以，但要先破了我们的五行阵。五行阵？齐宣派的五行阵闻名天下呀，这笔生意啊不好做哟。要是做亏了，我们大家都不好看，和气生财。咱们还是商量商量吧。你们华山派的名声不小，怎么听了一个区区的五行阵，就吓得藏头缩尾了呢？我看你们以后还是别在江湖上混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大崔，这样吧，各位前辈，宽限我们1天时间，明日再来破你们的五行阵，如何？好，今天就给你们华山派个面子，明日5时，虎沙滩恭候袁公子。姓袁的，你敢前来，想必已经想好怎么对付我们的五行阵了。晚辈不才，也只能说斗胆一试。哼哼，摆阵！
雪姨，雪姨，你终于来了。娘，云大哥，小子，最后劝你一句，我们也不想跟华山派结下血仇，只要你跪下来发个誓，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字也不说出去，再把金蛇郎君葬身之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。你以为我当真破不了你的五行阵？我只是现在没有趁手的兵器罢了。好，就依你，什么兵器你顺手，随便你挑。小慧妹妹，请将你的发簪借我一用。啊？什么？好了，我就再用这只玉簪子，向五位老爷子领教几招。我，小叔叔，那簪子可是玉做的，恐怕连只甲壳虫都戳不破。哎，啊，别说了，边阵。哎，你说这是怎么了？小师叔奇怪吧？这几个老头也奇怪。要是都这么客气的话，我看干脆别打了。你师叔现在用的法子呀，是后发制人。须知，不论大军对垒，还是两人相斗，进攻者全力攻击对方，己方必有大量弱点不加防御，只需攻势凌厉，敌人忙于自守，无暇反击，己方弱点便不守而守。所谓相生相克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哦，你师叔现在全不动弹，那便是周身无一不备。吴老一时倒是无法可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可是橙子哥哥这样做，也太冒险了吧？胆大还得心细，就看你师叔接下来怎么应付了。
哎呦，好！玉来哥，师傅，长治哥哥，别急，小心啊！哎呀！哎，长治哥哥的武功怎么这么奇怪呀？这也是华山派的武功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这家宝号啊，货色繁多，五花八门，看来不是我们华山派一家进的货。他进货的路子呀，可广得很呐！哎呦！师弟，出来！爷爷，赢了，赢了！小慧妹妹，拿，这个还给你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真的是完好无缺呀！文老大，现在你还怎么说？好，算我们栽了，金子还给你。